韩国空军，一个非常尴尬却又非常具有话题性的名词。在前几年，欧美的一些媒体将韩国空军的军事实力排在了世界第5的位置，甚至美国的全球火力指数排行榜在2021年还将韩国军事实力排名为世界第6。韩国也欣然接受，经常称之此是世界第6大军事强国。那么，作为亚洲经济强国之一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之一，韩国空军在科技水平和军事装备上本身深受美国的帮助和支援。韩国得到美国的帮助，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高昂。韩国空军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日的实力与地位呢？这一切的一切起源于2战之后的朝鲜战争。1950年6月，朝鲜半岛的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的韩国空军极其孱弱，完全不提朝苏制战机。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大韩民国空军，其装备仅20架，其中还都是联络侦察和教练机，没有一架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机。所以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完全打不过朝军的雅克9，只能是节节败退。韩国这个时期的空军非常的薄弱，飞行员也非常的紧缺。当时韩国飞行员有一个日军的王牌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做李根熙，他的日本名字叫做青木根熙。这个李根熙是朝鲜籍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王牌飞行员，在2战时期被俘，战后被美军释放，然后回到了朝鲜半岛。这个李根熙的经历就比较奇特啊，他在回到韩国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了韩国空军航空队变身为韩国空军的创始人。随后呢就一路晋升，1948年5月入队，1个月呢就升到了少尉，2周呢就成为了中尉。那1年之后呢，直接就升了大校。那么在1949年10月直接就任韩国空军士官学校的一个校长。没想到在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的初期，在美军援助了 P-51野马战斗机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熟悉，他就强行驾驶这个飞机出击在低空的时候呢，被高射炮直接打落阵亡了。他也成为韩国空军既传奇又非常悲剧的一个人物。在朝鲜战争的中后期，美军紧急从驻日美军调拨10架2手的 P-51D 野马售给韩国。随着美国大规模的军援，韩国空军获得了 P-51、F-51、F-86等战机，组建3个战斗机中队和1个连队。这个时候，其总机队数目扩展至110架，具备了对地攻击与空战能力。当时的韩国空军第一批驾驶2手 P-51战斗机的飞行员自称为信念的鸟人，他们自称鸟人，用来自嘲自己。我们不是正规空军，只是一群会飞的鸟人，但靠信念作战。后来这个就成为了韩国空军最早的精神图腾。那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呢，在1953年韩国以美式的这些装备为基础，确立了依附于美军依附于美式的装备以及美军的一个指挥体系。在1961年呢，成立了一个空军的一个作战司令部。那么这个作战司令部的战时指挥权呢，则是由韩美联合作战司令部来进行掌握。虽然这些年韩国的陆军的一个战时指挥权呢，已经陆续的收归韩国本部，但是呢，空军以及海军的这个战时指挥权呢，依然还是在美军的这个掌握手里。换句话说，韩国还是依附于美军的这个指挥体系，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附属。所以韩国在这个空军与海军上面呢，没有一个战时的一个指挥权。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韩国可以获得到美国先进的战斗机，大量的美式装备可以让它在配置上面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的水平。这也可以理解韩国自称自己的空军战斗力是世界第6的水平。但是韩国空军基本装备都是美式武器，对美国的依赖非常的严重，是3军中武器装备国产化率最低的军种，甚至战时的指挥权都不归自己所有，所以非常的受制于人。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在2010年发生的延平岛炮击事件时，韩国空军的F-15K、KF-16战斗机未按照时任总统李明博的命令轰炸朝方炮台，就是因为驻韩美军司令不允许韩国空军单独作战。显而易见，韩国没有独立作战的权利，只能作为美军的附庸而存在。那么在现阶段，韩国空军的这个战斗机配置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呢？目前韩国配置最多的战斗机是一款第3代战斗机，由美国援助的 F-5E 战斗机。F-5E 战斗机呢，是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研制的一款呢轻型的战术战斗机。韩国配置的这款呢是一个改进型，绰号是虎，由上个世纪70年代呢美军大量的装备，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军的一个主要装备支行之一被大量用于越南战争以及援助于周边的盟国。因为这款战斗机它比较轻型小巧维护以及保养都非常的一个方便便宜，所以呢被大量的进行使用。美军呢则是把它用于
当做教练机来使用。而韩国空军的这一批呢，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一个机型了已经是非常的老旧跟落后了。所以呢，目前呢，韩国空军领计划在2030年左右，也就是我们的几年之后将它进行一个全部退役。那本支视频呢，我们的一个帽子以及我们的服装以及我们的手表，是由专业的战术装备服务商蒋亮军库来进行赞助提供。蒋亮军库呢，这么10年以来呢，一直为我们的专业用户来提供专业的设备服务。大家如果有单位的采购需求以及我们的一个进行任务的一个协服、装备等等采购需求呢，或者我们手表的礼品采购需求呢，也欢迎大家进行联系蒋亮军库进行洽谈。如果是零售的客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店铺里面蒋亮军库淘宝店铺和京东店铺呢，进行一个直接咨询下单大企业的客户呢，采购客户呢，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或者说直接到我们的一个服务号里面呢进行咨询下谈。配置第二多的是 F-16系列战斗机，此款战斗机属于第4代战斗机。这4代战斗机，韩国空军除了配备118架 F-16系列之外，还有59架 F-15K 和60架 FA-50。从这些战机配置可以看得出来，韩国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韩国一直在谋划国产战斗机。其中 FA-50就是韩国在 T-50精英教练机的基础上面加装武器和雷达系统，改建研制的轻型战斗机，甚至还在1991年开始着手推进 KFP 计划。其先后总耗资高达50多亿美元，引入美军的 F-16战斗机生产线。也是因为如此，韩国成为首个从美国引进 F-16战斗机的生产线的国家。其国产的版本叫做 KF-16V， 目前已知的有20架列装，但是飞行和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有坠毁的新闻，所以其真正的实力还未可知。那么基于这些技术积累呢，韩国在2001年3月启动了一个韩国未来战斗机的这个项目，也就是韩国的 KF-X 项目。这个项目呢，旨在研发一款比KF-16更加先进的战斗机。这款战斗机由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联合投资，韩国呢单独独立研究，它就是韩国给它定位为第5代战斗机的 KF-21战斗机。这款战斗机虽然外形大量采用了衍生设计，但是由于机体较小，本身没有设计内部弹仓，而且是采用的是机腹半埋式和翼下挂载的方式携带北约制式的武器装备，不具备衍生作战能力，因而被认为是一款缩水版的5代机。首批的 KF-21将从2026年起依次列装，目前有大约20架进入了服役。而韩国空军最后一款真正意义的第5代战斗机是美军的 F-35A 闪电战斗机，其大约有38架。韩国计划是采用自主研制的KF-21，并结合 F-35A 的采购，提升其空军的整体战力。那么大家肯定有疑问了，为什么韩国都有自己缩水版的第5代战斗机 KF-21了，还花大量的价钱购买 F-35战斗机呢？这是因为韩国国产第5代战斗机研制周期长，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并且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5代战斗机，所以韩国通过采购美军的 F-35A 战斗机来提升实力。而美国大家都知道，新技术的军购采购呢，都会严格限制核心技术的输出，同时呢，还会抬高新技术的采购价格和后期维护的成本的方式呢，来收割这些利益集团小弟们的钱包以获取惊人的军事采购收益。尤其是日韩这些大量的武器装备采购、军事训练以及一些指挥权都归美国所有受制于美国这些小弟们，那被收割更猛。所以呢，这一批韩国的 F-35A 的这个后期的维护以及使用他们并不占据主动权。也因为如此，韩国未来还会增加更先进型号的 F-35A 系列战斗机的采购，在计划中还有20架次的 Block 3型号 F-35A 战斗机的采购合同。未来韩国空军的 F-35A 系列战斗机将实现60架的保有量。从这一点来说，韩国空军的战斗机作战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在亚太地区，韩国空军以 F-35A、F-15K 与 F-6V 构成现代化空战体系，搭配自研的 KF-21，在装备上具备较强制空与远程打击能力，在作战体系上依托美韩同盟，常规战力居亚太前列，倒也是符合自称的第6大军事强国水平。但韩国的位置一直都比较尴尬，虽然它主要是面对朝鲜的军事压迫，但是作为美国的附属国体系与核心技术依赖美国，其大量军事装备和军事基地都是为美军服务的，因此很多时候并不具备主动权。虽然装备了先进的战斗机，但是战略自主性受限，可以说是完全寄人篱下的光鲜亮丽。本期武器排行榜世界空军战斗力量盘点韩国空军系列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继续和大家探讨韩国空军的运输机、预警机、直升机等等辅助的作战力量，我们下期见。